商朝灭亡之后，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无神期。为什么商周神战之后，华夏大地上就不再有神的存在了？注意，无神期与无神论不同。要知道，上古时期的神话中，华夏大地可是直接被神灵掌控的。女娲、伏羲、祝融、炎黄二帝等等，都是实力超凡的统治者，他们都曾生活在人间，或者与人间有着直接的联系。但商周神战之后的史料记载中，神灵却突然在人间蒸发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大禹治水后，凭借自身超高的人气，大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。从这一刻起，远古神灵们开始隐居幕后，对凡间的管理开始由王朝机构负责。换言之，统治者自此开始成了神在凡间的代言人。不过，此时的神灵并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，依旧在历史中有着极高的存在感。在那个科技水平极度落后的年代，有太多的事情，太多的现象，人们根本无法理解，所以人们只能将这些现象当作上天和神灵的旨意。不过这一时期，神灵已经很少露面，所以人们想要了解神灵旨意，就必须通过朝廷以及巫师得到最后的答案。巫是奴隶社会特有的一个群体，他们就像神灵和人间的中介，负责把神谕传递到人间。虽然巫不敢自称为神，但掌握着神谕解释权的他们，其权力已经不输于神灵。为了让人们相信巫的确有沟通神灵的能力，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严密的仪式和体系，这个体系就是占卜。到了商朝时期，占卜已经发展出两种形式。第一种是尸草占卜，人们利用尸草代表天地演化的走向，从而解读其中隐藏的奥秘。第二种则是龟甲占卜，就是用烈火焚烧龟甲，使其产生裂纹，而这种裂纹就是上天和神灵传达给人间的旨意。相比于尸草占卜，龟甲占卜更加权威，更加官方，而且龟甲上那古朴的纹路，焚烧时产生的龟裂声音，配上复杂的仪式，都让龟甲占卜崇高且神秘，似乎这真是与上天沟通的唯一渠道。所以在商朝时期，人们面对天灾、战争以及大型土木之时，都要通过占卜来询问神灵们的旨意。此时神灵已经不常露面，但却处处都有神灵的影子。正是因为神灵的重要性，巫们所进行的占卜仪式也变得更加复杂。比如清理龟甲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，焚烧龟甲也需要固定的手法，解读龟甲裂痕和分辨龟甲焚烧的声音也都有一套标准。这些标准和仪式，一方面是增加神秘感，另一方面也是确保将解读神谕的权利牢牢掌握在巫师和权贵们手中。因为普通平民即便知道龟甲占卜，也无法解释神谕。当然，商人们祭拜的神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最开始祭祀的是远古大神，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，他们祭拜的神灵已经变成了祖先神。他们认为帝王死亡之后也会成为神灵，这些神灵更熟悉人间事物，也更愿意对商朝负责，所以祭拜祖先神是最好的方法。这一套在夏商两朝延续了1000多年，可谓是树大根深。那周朝到底是怎么打破这一切的呢？为什么说周朝带领中国进入了无神期，而商纣成了最后的人皇？周朝当年到底做了什么？周朝的崛起还要从商朝自身来找原因。在当时，商王朝的确拥有不容置疑的正统性，也有解释神谕的权利，但却避免不了一个漏洞。既然神灵是商朝贵族的祖先，他们又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，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天灾和战争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商朝统治者和巫师们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，那就是祭祀。神灵的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但他们帮助人们解决问题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，这些能量就需要人间给他提供。如何给神灵祭祀呢？最普通的祭祀当然就是用牲畜做祭品，祈求神灵和上苍保佑。但在遇到大型天灾人祸的时候，牲畜祭祀就显得诚意不足，这时候就出现了人祭。人祭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祭祀方式，后人看来此举绝对有伤天和，但商朝却对此十分痴迷。在商朝前中期，由于长期开疆拓土，俘获大量俘虏无法处置，他们就成了人祭的祭品。到了商朝晚期，此时进入一段小冰河时期，各种天灾不断，战争也此起彼伏。由于占卜祭祀更加频繁，就需要大量人祭祭品，最终他们将魔爪伸向了商朝的平民。更加恐怖的是，人祭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血腥，从直接杀死到活埋、蒸煮、焚烧、溺水、剖腹等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而在杀死祭品之后，有些人还会食用死者之肉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力。这种残酷的祭祀方式，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，导致商朝治下的人民人心惶惶，他们迫切需要得到保护和解脱。而就在此时，渭河流域的一个小小方国趁机崛起，成为商朝的掘墓人，也彻底粉碎了商朝的神灵体系。1977年，人们在陕西岐山西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甲骨碎片，这些碎片年代在商朝晚期，是祭祀所用的龟甲。按理说，当时作为方国的周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掌握龟甲占卜的，但这些碎片却告诉人们，他们的确掌握了解读神谕的权利。这也意味着商朝的正统身份遭到挑战，他们已经不是天神选定的唯一继承者。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？这就要从周朝的建立说起了。周朝最开始只是一个弱小的部落，在迁移到渭河流域后，他们投靠了强大的商朝，成为商朝拱卫疆土的屏障，通俗来说就是商朝的打手。后来周人在领袖季历的带领下，对外族展开征讨，使其疆土和实力日益强盛。同时期的商朝在西方的实力越来越弱，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联姻的方法笼络周朝。此时的周人有了商朝给的正统身份，又有强大的实力，开始变得越发强大。商朝为了遏制周的发展，想出了一个极为阴损的计策，只是没想到这个计策反而加速了商朝的灭亡。商朝灭亡后，中国便进入了无神期。上古神灵为什么突然在历史上消失，反而被封神榜上的新神取而代之？这一场信仰改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当年商周神战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有人说，武王伐纣之后，封神榜上的各路神灵取代上古大神都去了天界，从此中国才进入无神论。但这只是神话传说，在真实的历史上，神灵的消失其实是源于一场信仰的改革。在商朝后期，周的实力越发强大，于是商朝统治者诱骗周侯季历到殷都，将其残忍杀害。这件事让周人彻底记恨上了商朝。继位周侯的姬昌也开始有了彻底覆灭商朝的想法。不过，想要颠覆商朝，只有强大的武力是不够的，还需要颠覆商朝的神权统治。因为商朝的神权就是人的信仰，只有把信仰彻底颠覆，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戴，赢得民心。于是，在得到姜子牙的辅佐后，周人制定了3步走的计划。第一步是扩大疆域，在3年内将疆土扩大到长江、汝水流域。第二是推行德治，广收人心。在当时，西伯侯姬昌的仁德之名传遍四海，他不但减免老百姓的赋税，还愿意给其他诸侯国提供各种帮助。正是因此，他获得各诸侯国的拥戴，被各路诸侯奉为周文王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第3步，信仰改革。姬昌想要取代商朝的正统性，就必须得到解释神谕的权利。为此，他一直在学习占卜之法。而在遇到姜太公的时候，他的占卜已经大成，加上他的德治，姬昌已经被天下人称为圣人。此时的商朝已经失去了对神谕的唯一解释权，所以双方争夺的重点已经从神谕转移到民心。然而，商朝的人际制度以及残暴的统治早就让商朝民心尽失，所以在信仰的战争中，商朝彻底失败。此时的周朝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只待对商朝发动最后一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周文王姬昌去世，使得讨伐行动暂时停止。不过这也给了周朝更多准备的时间。于是在10年之后，继位的周武王姬发率领诸侯联军与商朝在牧野展开最终决战。这一战，商朝再也无法拼祖宗神灵，只能期待将士用命，士卒拼死。然而人心尽失的商朝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笑死呢？于是在战场之上，无数士兵和奴隶临阵倒戈，导致商朝大军全军覆没。商纣王也在露台自焚而亡。商朝统治者献祭无数，最后自己也成为了祭品。这样的结局不可谓不讽刺。在商朝灭亡后，周朝虽然保留了占卜制度，但废除了残酷的人祭。随后，周朝又建立起一套礼乐制度来代替神灵信仰，规范人们的言行。至此，神灵在中国渐渐消失，华夏也是从此时开始进入真正的文明时代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